我再去拿一杯。啊！你搞什么呀？今晚不顺心，这东西让你开心。这是什么？香烟。这个不是犯法的吗？没被抓就没事，而且这东西很平常，每个人都在用。不要！别担心，试试嘛。哎，好，我试。在这个包裹内检测到有机物质，我们要打开它进行检查。Yes, sir. “打开这个。OK。是的，有毒品的痕迹。联系速毒局。嗨，我是速毒局的 Alex。在这个包裹里发现有机物质，检测结果显示有毒品痕迹。好的，谢谢你。是的，这是大麻。送到卫生科学局进一步分析。包裹发件人有新的进展吗？包裹来自海外，它是通过快递公司运送，没有显示真正的发件人是谁。送货的地址在哪里？收件人是 BU1199伊佐大厦0801，是在雾兰。注册的企业是什么？罗姆莱特是虚拟办公室。韩先生，罗姆莱特公司提供哪些服务呢？
除了提供实体的地址，我们还为客户提供邮寄和快递服务。那么送货地址这样写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很显然的，0801是你的单位号码，但是 BU1199代表什么？哦，那是客户的注册账户。那 BU1199是谁的账户？我查一下。BU1199的注册人是 Mr. Caden Wong。 Mr. Wong 多久来一次呢？当他有货送到的时候，他才会过来取货。你能通知 Mr. Wong 他的包裹已经运到了，叫他过来拿吗？嗯。卫生科学局已经回复，这个包裹内有34.3克未经处理的大麻。按计划，这包裹将运到罗姆莱特虚拟办公室企业，它在雾兰伊佐大厦。那个账户注册人是 Caden Wong。他26岁，单身，没有前科，他是大学生，目前跟父母一起住在春叶湾街。罗姆莱特公司通知 Caden 今天下午2点去拿包裹。虽然 Caden 目前是我们的主要嫌犯，但他可能不是真正的收货人。他可能只是跑腿，或有人用他的名字或个人信息在罗姆莱特注册账户。所以无论什么人来领取包裹，我们都要做好准备。当嫌犯到达时，罗姆莱特的经理韩先生将指示他在接待处等候。这是罗姆莱特办公室平面图。阿范，你守在韩先生的办公室内，以便协调行动。其他的人就守在办公室外，我们躲起来，并封锁所有逃跑路线。我们会守住所有入口，还有出口。我会在附近的车内等候，万一他开车过来，如果发现嫌犯，请不要接近他。我们需要确认他是来领取包裹的。嫌犯刚从电梯出来，提高警惕 ，over。艾薇，你有没有看到嫌犯？我看到嫌犯了 ，over。Roger， 各单位准备好。哎，你好，能帮你吗？我来拿包裹。好的，请稍等，我去拿你的包裹。嗯。他来了。已确认嫌犯是来领取包裹的，行动。什么事啊？我是速读局的高级调查员 Alex Neal， 你是 Caden Wong？ 是啊，怎么了 Mr. Wong， 你涉及毒品罪行，我们现在要逮捕你。靠上。站起来，转身。你为什么到罗姆莱特？去拿我的包裹。你知道包裹里有什么？知道，有拼图游戏，还有香烟。你说的香烟是什么？大麻。你为什么要购买大麻？自己用。你以前吸过大麻吗？有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大约是在1年之前。有人给了我一根，我很好奇，我想，为什么不呢？那只是香烟。我没想到自己会上瘾。后来我发觉自己越来越需要它，才可以过日子。才能得到同样的快感。
大麻是哪里来的？我买的，哪里买的？从暗网买的。你是怎样付钱的？用比特币。你还拥有更多的大麻，或者是什么其他毒品吗 ？Kaden， 有，在家里。Sir， Sir， 搜查完毕。这些都是你的？除了大麻，我们还在你房里找到其他毒品，为什么？我开始是抽大麻，但后来我尝试其他毒品，例如 LSD。你从哪里买到这些毒品？我的供应者，你怎样联系你的供应者？我跟他订购，他会发短信告诉我去哪里取毒品。但是我一直很害怕，我担心自己会被抓。毒品供应者是谁？他叫朱莲，我通过 Chat Messenger 联系他。这是个聊天小组，里头只有几个成员。你知道其他成员是谁吗？不知道，我无法查看其他成员的身份。你是怎么认识 Julian？ 一开始就是他主动介绍我抽大麻的。哎，你刚才给我的是什么呀？跟你说了，香烟，很爽哦。去哪里可以买到更多？你有 Chat Messenger？ 有啊，为什么？现在我们是同行兄弟啦。什么同行兄弟？你真的很单纯呐、你要得到快感，发信息给我。好，谢谢你。来 ，Cheers， 干了他！嘿，还有 Julian 的联络电话吗？只有他的 Chat Messenger 账户，我没有他的电话号码。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我以为试一下大麻应该不会有什么害处。有 Kaden 的供应者 Julian 的线索吗？不知姓什么，也没电话号码，只有一个 Chat Messenger 账户，调查有难度，但并非不可能。我们可能有线索。我查了 Kaden 的手机，根据他发的短信，他今晚9点要取毒品。我们还知道地点，就在城市世界公园。你知道 Julian 长什么样子吗？查过了，但没有Julian的照片。 Kaden 曾经描述过他的样子，
但是帮助不大。基本上朱恋是华族男子，20多岁，身高体型中等。但好处是，城市世界公园是个很宁静的地方。我们查到朱莉安发的短信后，就关注这地点。到现在没人去那里。他得在晚上8点前把毒品藏好。这位先生，我是高级调查员 Alex， 来自中央速毒局，请出示你的身份证。哦，站住！你是Julian Ho？是的。这是你的吗？是的。这是什么？大麻辣。Julian Ho，你涉嫌犯下毒品罪行被逮捕了。我在 Chat Messenger 群聊上发布出售的东西，订户会在应用上私下发短信给我，跟我订购。他们付钱给我之后，我就把毒品藏在立馆内或公园里。接着，我把藏毒的地点拍照发给他们。你从哪里取得这些毒品？还有哪里？就在暗网。为什么通过 Chat Messenger 卖毒品？因为这样我可以匿名交易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你有没有这些订户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呢？干得好，终于摧毁这个毒品网络，阻止了毒品流到市面上。毒贩以为他们使用通讯应用就能避免被查到，但我们迟早都会找到他们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保持警惕，比他们抢先一步。那现在来杯咖啡怎么样？我请客。那好啊。Yes sir。在刚才的扮演案件中，当移民与关卡局人员在例行检查中首次发现可疑物品时，就启动了跨机构的行动。中央速毒局通过有效的调查和收集情报，在适当的时候展开行动，成功阻断了毒品的供应。由于内政团队各个部门的努力与合作，中央速毒局成功查获了价值估计近2万元的毒品，并且捣毁了贩毒网络。毒贩使用通讯应用程序来销售毒品。他们认为，使用这些工具加上秘密的送货方式，中央速毒局人员就无法追查到他们。但是，执法人员通过科技展开调查，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。速毒局的使命是尽量减少毒品给吸毒者、他们的家人和亲人，以及广大社区的无辜者所带来的危害。对于那些因贪婪而伤害别人的毒贩和贩毒集团，我们会继续追查，并采取严厉的打击行动。如果你怀疑有人涉及毒品相关活动，或者希望向中央速毒局提供与毒品有关的信息，请拨打电话1800-325-6666联系我们。
你知道2022年警方接到哪一类诈骗案的数量最多吗？如果你猜的是网络钓鱼骗局，那就对了。2022年共有7097起钓鱼诈骗案的通报，损失金额1650万元。怎样保护自己远离钓鱼骗局呢？今天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的邱进航要揭开网络钓鱼骗局的真相。嗨，进航。你好，尹双。网络钓鱼骗局到底是什么？钓鱼骗局通常来自骗子的简讯、电邮、电话或者是一些广告之类的。他们冒充受信赖的实体，就比如冒充政府官员，诱骗那些受害人透露个人的信息，可能是信用卡或者银行资料。骗子也通过网站、电话或视频通话来行骗，最后受害者会发现他们的银行户头有未经授权的交易。那么最新的网络钓鱼骗局跟以前的骗局有什么不同呢？最近我们还看到假买家或骗子假装是买家，来自 Carousel 或 Facebook， 他们会跟卖家协商价格，然后就提供欺诈性银行网站的第三方链接，或者是第三方送货公司的网站。受害人在这些第三方网站上提供地址、邮寄资料、银行信息后，就会发现他们的户头出现未经授权的交易。了解，我们听过很多网络钓鱼骗局，但人们为什么还是会上当呢？网络钓鱼骗局，它主要的目的是操纵你的情绪，他们利用你的思维捷径，或者是利用你的偏见，绕过你的逻辑推理，让你点击那个可疑的链接。我们还看到骗子冒充官员或有关当局，利用受害者想要遵守法律的心理倾向。事实上，有研究显示，如果你在电子邮件中添加权威性的字眼，就会增加受害者点击可疑链接的可能性。我们也许通过一些例子，看你在这方面的表现怎么样。好，好，你就问我吧。好的，你就看一看这个吧。Rabba， 我搞不懂哎，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快递公司呢？其次，这个链接非常可疑 ，carousel-sg.tom3733，就像一整串数字，这绝对是个骗局。你说的对，被你看出来了。其实，一般上不应该离开购物平台才进行付款，对，尤其在 Carousel 进行的交易。接下来这个，有什么看法？这个。哦，这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去到第三方的平台进行交易，这是高度可疑的事情。所以我说，我想这一定是个骗局。说得对，你根本不需要点击二维码，也并不需要离开平台就能做交易。感谢进航的讲解，他一直在幕后努力教育新加坡人如何防范诈骗。请记住他的提示，避免受骗。你不用担心钓鱼骗局，赶快采取行动，添加、检查和告诉。第一，添加 Scam Shield 应用。Scam Shield 保留已知诈骗号码的记录，如果收到骗子的钓鱼电话或简讯，这个应用会自动封锁或检测到它，从而保护你免遭诈骗。第二，通过官方来源检查电邮地址、网站、电话号码或者网上广告，确保它们是合法的，而不是来自骗徒。最后，如果怀疑自己坠入网络钓鱼骗局，必须马上通知警方，还有你的家人和朋友。如果需要更多建议，请拨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反诈骗热线或浏览诈骗警惕网站。请记住，我们一起打击诈骗案。这一集的绳之以法已经来到尾声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王伟璇助理警监，请大家各尽本分，预防、遏制和侦测罪案。再会。